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色中木属性的好用角色。弗雷雅在上一支视频已经说过，她就是个新手开荒的好用 SSR， 各种能力都有一点，虽然都不专，但足以带你度过新手期，若有抽到就可以将它练起来。弗雷雅不需要吃完美金格也可以用，这种角色最适合用来开荒了。弗雷雅需要的属性是速度、防御和生命。克罗斯，曾经的国际服开荒最好用的角色之一，它的泛用程度仅次于莉莉。克罗斯的主要用途是提升敌人受到的伤害和使敌人造成的伤害降低，同时它还有使敌人防御和速度下降的能力，兼顾了保命和1点的小增伤，在很多 PVE 关卡上都可以使用。克罗斯在游戏初期也很常在 PVP 上使用，但现在就很少看到了，所以是个比较偏向 PVE 的角色。克罗斯现在已经有更好的上位替代逆鳞了，这就是他现在比较少出场的原因。如果你已经有逆鳞，就不需要再特地去抽克罗斯了。当然，因为属性的关系，还是会有一些关卡逆鳞不能上，这时候就可以用回克罗斯了。新手如果抽不到逆鳞，也可以暂时用着克罗斯。克罗斯最大的优势就是不需要吃完美金格也可以用，所以非常适合新手开荒。克罗斯需要的属性是速度、效果命中和防御或生命。浮丘，一色最漂亮的大姐姐，目前 PVE 和 PVP 都可以用。浮丘的主要能力是被动推调和治疗，大招还有护盾和速度上升。浮丘的能力属于1点1点来的那种，普攻能随机推进2个队友的行动进度。招牌技能月迷津，则可以在队友被攻击或回合结束时，自动触发小量的回血和推进行动条，每回合每个人只能生效1次。千万别小看这种1点1点来的技能，浮丘就强在它的推调都是在普攻和被动能力上，你完全无法阻止它慢慢推进队伍。再加上它有高额的护盾，2技能还有概率多次治疗和推进行动条，若放在肉队里，就会变得很难缠。浮丘最需要的属性是生命、防御和速度。利路摩卡也是很多人推荐的角色，但个人认为这是最大的陷阱。利路摩卡会被推荐，是因为它是打多奇副本最好用的角色。利路摩卡的招牌能力是用高额的单体攻击击杀敌人后，也能对其他敌人造成同样的建设伤害。属性的克制，加上能快速清理小怪的能力，就让它成为了打多奇最好用的角色。如果你前期有练它，就可以比别人更容易通关多奇炼狱副本。但由于利路摩卡的能力是要击杀小怪才好发挥的，这就限制了它的使用场景。多奇也不是只有利路摩卡能打，其他人比如夏达和叶离其实都可以打多奇，只是门槛可能会比使用利路摩卡来得高。叶离和萨达都在最新的平衡调整获得了加强，也更好打多奇本了。而且能使用的关卡比例路摩卡多，所以练起来的性价比会更高。利路摩卡的缺点是打群不如其他专业群攻的，打单又不如技能和他很像的利拉姆，这些都限制了他的出场机会。若以打群和打单的综合能力来比较，他又不如叶离，结果就只剩下有需要属性克制的时候才会比别人更好用。利拉姆也可以算是利路摩卡的上位，他们很多技能都很像，只是利拉姆缺乏打群的能力，只能对单。但也正因为他只专注在对单上，所以单体爆发的能力也比利路摩卡高了很多。有了更强的利拉姆后，利路摩卡在 PVP 就也没了上场机会。利路摩卡技能需要115，对比其他强力主输出这个数量并不算多。所以大家要自己评估，这5个完美金格砸下去，只为了打多奇本值不值得。不过木属性很缺主输出，那倒是真的，利路摩卡是木属性最强的输出，这是你可以培养利路摩卡的另一个理由。利路摩卡需要的属性是暴击、暴伤和攻击力。罗喉，肉队的成员之一，普攻能使防御下降，大招可以使防御上升，被动可以靠队友行动来叠烽火。烽火除了可以提升自身的防御能力，
叠到一定层数后，还可以激活各种能力。比如有概率在队友攻击后发动助战，能将队友身上的减益转移到敌方身上，还可以按自身防御力比对手高的数量来提升普攻伤害。罗喉是 PVP 肉队的强力成员之一，本身很肉，而且会越打越痛，非常难搞。罗喉在 PVE 也可以用来打高难副本或属性克制副本。与其去练一个能力和其他人差不多，而且已经有尚未替代的利路魔卡，还不如去练一个能力比较不一样的罗喉，去应付不同关卡的需要。喜欢玩 PVP 的就可以练，加上它也能用来打 PVE， 所以并不亏。罗喉需要的属性是防御力、暴击和爆伤。席琳斯，这家伙有一堆的控制技能，普攻就有概率可以附加持续伤害、沉默和被动失效。大招可以使暴击率下降和被动失效，自身的被动还可以每回合自动给我方全体附加能反弹伤害的护盾。席琳斯最珍贵的能力在于可以使被动失效，这是肉队的克星。肉队是唯一不需要高速的队伍，因为他们多是靠被动能力来启动的。如果肉队的被动被封，那就是单纯在挨打而已了。席琳斯的其他能力也很针对肉队，尤其是这次平衡调整后，把原本降低攻击力的能力改成了使暴击率下降，就更适合用来针对肉队了。肉队的主输出都是用防御属性来攻击的，所以降低攻击力对他们一点作用也没有。肉队也是靠暴击伤害来输出的，所以暴击率下降对肉队很有用。若是无法暴击，肉队输出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了。席琳斯的持续伤害看的是敌方的生命力，这也是肉队经常叠加的属性，可说是处处都在针对肉队。席琳斯也是目前 PVP 很夯的控制，主要也是因为它的控制既能打肉队，也能打常规的队伍。PVE 的部分，席琳斯也能用来打多奇和赫延。如果只是用来打 PVE， 也可以不点技能。席琳斯需要的属性是效果命中、速度和生命。莉莉丝也是这次平衡调整获得加强的角色，主要是加强了她按生命值来输出的能力。普攻、二技能和大招都是直接看生命上限来输出的，自身有一定的在动能力，还有眩晕、退条和速度下降。莉莉丝的淑女恶作剧看起来伤害非常高，一下就能炸掉半条血，但因为我没有，所以无法测试。淑女恶作剧最大的缺点是启动慢，要2回合后才会爆发。想要快，就只能用二技能来自己引爆。莉莉丝主要是用在 PVP 上，专打高生命或行动较快的队伍。由于需要比较大的投入，所以比较不建议平民去练这支控制，还是通用一点的控制会比较好。莉莉丝需要的属性是效果命中、速度和生命。赫延太难用了，所以没用，可以不用练。最后要说一句，最强的 S2 控制睡觉姐自从被削弱后，现在也不怎么好用了。看来下一个光属性应该是要出控制了。最后来总结一下，木属性中个人比较推荐可以练起来的几个角色。PVE 弗雷雅、克罗斯。PVE 和 PVP 都能用，罗喉、浮丘。PVP 席琳斯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